你看着怀里这个小小的、软软的新生儿，除了喂奶、换尿布、哄睡，你是不是时常会感到一阵迷惘？我还能为他做些什么？我们拿起摇铃，对他扮鬼脸，发出一些自己都觉得好笑的声音。我们以为这只是在消磨时间，在傻傻地逗他玩。但如果我告诉你，你以为的这些傻傻的逗弄，其实是你为宝宝的大脑发育所做的最重要的一项投资呢？对一个新生儿来说，玩并不是可有可无的娱乐，恰恰相反，玩就是他的母语，是他学习如何移动、如何沟通、如何与人建立关系，以及如何理解这个陌生世界的唯一方式。大家好，我是 Celia， 我不是育儿专家，但跟我一样，你一定也为了孩子愿意去读完一座图书馆的书。今天我就是想把我从那些生硬的科学期刊和育儿书里翻译出来的，我们普通妈妈马上就能上手用的方法分享给你。在接下来的影片里，我将会跟你分享5个经过科学验证，不仅超级有趣，更能极大促进宝宝早期发展的超能力游戏。这些游戏简单到你从这一刻起就能开始，但它们背后所能解锁的宝宝天赋可能会让你大吃一惊。准备好了吗？让我们开始吧。我们的第一个游戏叫做脸部时间，玩法真的再简单不过了。你只需要把宝宝舒服地放在你的大腿上，或是任何能让他清楚看到你脸的地方，然后开始你的个人表演。你可以对他做各种夸张的表情，比如一个大大的微笑、惊讶地挑起眉毛，或是俏皮地吐吐舌头。你也可以发出各种有趣的声音，模仿小猫小狗叫，温柔地唱歌，或是用咕咕咕的声音回应他的咿咿呀呀。你可能会觉得有点傻，但你知道吗？在这个狭小的婴儿眼中，你的脸就是全世界最精彩的电视节目，是他的第一部 Netflix 影集，而你就是唯一的超级巨星。他会被你脸上每一寸肌肉的变化所吸引。你以为这只是一个鬼脸吗？不，这其实是宝宝人生的第一堂情绪课。你的每一个微笑都在教他什么是喜悦，你的每一个皱眉都在为他解说什么是关切。当你模仿他的声音一来一往的对话时，你正在他小小的脑袋里植入沟通这个概念最原始的模板。我永远记得我儿子第一次瘪着嘴，试图模仿我吐舌头的瞬间，虽然笨拙又不像，但在那一刻，我知道我们之间的第一场真正的对话开始了。这就是脸部时间的魔力，它在为宝宝的社交能力、情绪理解和语言发展打下最坚实的基础。除了扮鬼脸，你还会用什么方式跟宝宝玩脸部时间呢？在下面留言分享你的独家秘诀吧。好，当你的宝宝开始对你的脸着迷，他的视觉能力也在悄悄地萌芽。这就带我们来到第2个游戏——视觉追踪。这个游戏就像是宝宝的第一次眼部体操，让宝宝舒服地躺着，然后拿出一个高对比度的物体。记住，新生儿的视觉世界是模糊的，他们对黑白或红白这种强烈对比的颜色最敏感。一本黑白图卡或是一个红白相间的玩具都是绝佳的选择。把这个物体放在距离宝宝脸部大约20到30公分的地方，这个距离差不多就是从你的手肘到手腕的长度。为什么是这里？因为这正是新生儿视力的黄金焦距，是他们眼中这个模糊世界唯一能变得清晰的那个点。当你把玩具放在这里，你不是在逗他，你是在他唯一看得清的地方对他说嗨，世界欢迎你。吸引他的目光后，开始非常缓慢地将物体从中间移动到一侧，再移动到另一侧。
你会看到他小小的眼睛努力地跟随着。这个简单的动作其实正在完成2件大事。第一，他在锻炼宝宝还很脆弱的颈部肌肉，为他未来抬头转头储备力量。第二，他在训练他的视觉追踪能力。这项能力是未来他能够伸手准确抓住奶瓶，能够看着绘本上的图案，甚至能够阅读书本上文字的一切手眼协调能力的超级基础。你以为只是在移动一个玩具？不，你是在为他未来的探索和学习铺设第1条视觉高速公路。看完的世界，那要怎么感受这个世界呢？宝宝那些天生紧握的小拳头里，其实藏着巨大的潜力。这就带我们来到第3个游戏——触摸探索。在大约3到4个月大，宝宝开始有意识地伸手抓东西之前，我们可以为他做大量的前期准备。这个游戏的目的就是打开他紧握的小拳头，发展他的精细动作，并为他的大脑建立一个巨大的感官资料库。准备一些材质完全不同但绝对安全的物品，比如一个柔软的绒毛娃娃，一个光滑冰凉的塑胶摇铃，一本会发出沙沙声的布书，甚至是一片干净的有纹理的叶子。然后温柔的、耐心的将这些物品轻轻塞进宝宝的手心，或者用它们轻抚他的手臂、腿、脸颊。想象一下，他的大脑里正在发生什么。当他第1次感受到绒毛的柔软，他的大脑里就亮起了一个代表柔软的灯泡。当他感受到塑胶的坚硬和光滑，另一个代表坚硬的灯泡也被点亮了。每一次与新材质的接触，都是一次神经元的全新连接。你正在帮助他用皮肤去阅读这个世界，让他知道世界不只有爸爸妈妈温暖的怀抱，还有各种各样奇妙的触感。这个丰富的感官资料库将会赋予他未来探索世界时巨大的信心和好奇心。接下来的这个游戏，我要请你特别注意，因为它可能是今天所有分享中对宝宝身体发展来说最关键的一项。它就是大名鼎鼎，也让很多父母头疼的俯卧时间，也就是 Tummy Time。我知道，一提到 Tummy Time， 很多妈妈的噩梦就来了。我们把宝宝放在床上，他趴着，不到3秒钟就开始撕心裂肺的大哭，小脸长得通红。我们在旁边看得比谁都心疼，然后很快就宣告放弃。你是不是也经历过？但是，请允许我用最诚恳的语气告诉你 ，Tummy Time 真的太重要了。它绝不只是一个可选的活动，它能强化宝宝从颈部、肩膀、背部一直到核心的几乎所有上半身肌群。这些肌肉是他未来完成翻身、坐起、爬行乃至站立走路这所有伟大里程碑的力量来源。没有足够的俯卧练习，这些大运动发展都可能延迟。更重要的是， Tummy Time 有2个你绝对不能忽视的惊人益处。第一，它能发展宝宝的视觉深度知觉。当他努力抬头看世界时，他看到的视角和躺着时是完全不同的。然后温柔的、耐心的将这些物品轻轻塞进宝宝的手心，或者用它们轻抚他的手臂、腿、脸颊。想象一下，他的大脑里正在发生什么。当他第1次感受到绒毛的柔软，他的大脑里就亮起了一个代表柔软的灯泡。当他感受到塑胶的坚硬和光滑，另一个代表坚硬的灯泡也被点亮了。每一次与新材质的接触，都是一次神经元的全新连接。你正在帮助他用皮肤去阅读这个世界，让他知道世界不只有爸爸妈妈温暖的怀抱，还有各种各样奇妙的触感。这个丰富的感官资料库将会赋予他未来探索世界时巨大的信心和好奇心。接下来的这个游戏，我要请你特别注意，因为它可能是今天所有分享中对宝宝身体发展来说最关键的一项。它就是大名鼎鼎，也让很多父母头疼的俯卧时间，也就是 Tummy Time。我知道
一提到 Tummy Time， 很多妈妈的噩梦就来了。我们把宝宝放在床上，他趴着，不到3秒钟就开始撕心裂肺的大哭，小脸长得通红。我们在旁边看得比谁都心疼，然后很快就宣告放弃。你是不是也经历过？但是，请允许我用最诚恳的语气告诉你 ，Tummy Time 真的太重要了。它绝不只是一个可选的活动，它能强化宝宝从颈部、肩膀、背部一直到核心的几乎所有上半身肌群。这些肌肉是他未来完成翻身、坐起、爬行乃至站立走路这所有伟大里程碑的力量来源。没有足够的俯卧练习，这些大运动发展都可能延迟。更重要的是 ，Tummy Time 有2个你绝对不能忽视的惊人益处。第一，它能发展宝宝的视觉深度知觉。当他努力抬头看世界时，他看到的视角和躺着时是完全不同的。第二，也是最让父母安心的一点，它能非常有效地预防2个常见的姿势性问题，一个叫做姿势性斜头畸形，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扁头；另一个叫做姿势性斜颈，也就是歪脖子。因为宝宝大部分时间都在仰睡， Tummy Time 是唯一能让他的后脑勺和颈部肌肉得到放松和反向锻炼的机会。听到这里，你是不是觉得就算再难也得坚持下去？别担心，我接下来要分享一个我亲测过唯一能让我和宝宝都享受 Tummy Time 的方式，它充满了爱和安全感。这就是胸贴胸式的 Tummy Time。你不需要任何道具，只需要让自己舒服的、带点坡度的斜躺在沙发或床上，然后把宝宝的胸口轻轻地贴在你的胸口上，让他趴在你的身上。你的身体就是他最安全、最温暖的运动场。用一只手稳住他的小屁股，另一只手可以轻轻扶着他的背，就这样跟他聊天、唱歌给他听。一开始他可能只能抬头几秒钟跟你对视一下就累了，没关系，这已经是一次完美的练习了。每天利用喂奶后的清醒时间练习个几次，每次几分钟，你会亲眼见证他的力量一天天增强，从只能抬头几秒到能撑起整个上半身，好奇地环顾四周。那一刻的骄傲和喜悦会让你觉得之前的一切焦虑都烟消云散。这个方法把一个艰巨的任务变成了一个充满心跳和温度的亲子时光。当宝宝完成了今天所有的体能训练后，让我们用最后一个游戏来为他做一次温暖而深刻的心灵按摩。这个游戏是我个人最爱的，我把它称之为最温暖的投资。这就是故事时间。舒服地抱着你的宝宝，找一个安静的角落，拿起一本书。它可以是专为婴儿设计的布书，也可以是你自己正在读的小说或杂志，这不重要。重要的是用你最温柔、最平静的声音为它朗读出来。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他才几周大，他根本听不懂我在念什么啊。是的，你说的完全没错，他当然听不懂故事的情节，甚至一个词都听不懂，但这不重要。甚至可以说，正是因为他听不懂，这件事才如此有魔力。因为重要的从来都不是内容，而是聆听这个动作本身。在你朗读时，你声音的起伏、语调的变化、话语的节奏，这些元素像一首温柔的、充满规律的音乐，正在被它小小的、高速发展的大脑贪婪地吸收、解码、储存。你的声音就像一位技艺高超的调音师，正在为他未来学习语言的这架钢琴预先调好每一个音准。这是在为他未来的语言爆发期存入第一笔，也是最重要的一笔存款。而超越语言学习的是更深层次的情感连结。在他还无法用言语回应你的世界里，你持续的温柔的声音就是爱的代名词。他不需要听懂，他只需要感受，感受你的体温，感受你胸腔的共鸣，感受被你的声音温柔的包裹。这是一种不求回应的付出，是一场只属于你和他的私密仪式，是对他未来人生最温柔也最长远的投资。
所以你看，从脸部时间的社交启蒙，到世界追踪的手眼协调基础，从触摸探索的感官资料库建立，到俯卧时间的体能储备，再到故事时间的语言与情感投资。今天我们分享的这5个简单的游戏，其实串联起了新生儿早期发展的完整地图。请一定记住，你不是在消磨时间，你是在塑造大脑。每一次互动，每一个游戏，每一次充满爱的凝视和抚摸，都是在为宝宝的未来铺设一条宽阔坚实的道路。而你就是他人生中第一位，也是最伟大的启蒙老师。如果今天的分享对你有用，请一定要按赞并订阅我的频道。你的支持是我继续把我那些育儿笔记翻译出来，分享给更多妈妈的最大动力。对了，除了扮鬼脸，你都怎么跟宝宝玩脸部时间呢？在留言区分享你的独家秘诀吧。最后，我强烈建议你点击保存这个影片，因为这些游戏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你绝对会反复用到。我们下支影片见。